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用烫种的方法做一款非常柔软的吐司面包。相对前段时间发布的面包，这款面包的制作难度相对有一点提升，但是制作方法还是偏向于家庭制作，制作了2个450克的吐司面包，做出来的面包成色也是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柔软。接下来就把这款吐司面包的制作方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准备烫种的材料100克的面包粉，接着加入200克的开水，立马用刮刀把材料拌均匀。前段时间分享的面包都是用到的高筋粉，高筋粉也是分很多的规格的。今天做这款面包用到的是面包粉，也属于高筋粉的一种。听名字就知道这种面粉更适合做面包。烫面加入的水特别的多，前段时间做油炸糕的时候也是用到了烫面，也是加入了非常多的水。油炸糕的视频就有朋友在留言区问过，这么多的水量是不是记错了？配料都是准确的，大家放心制作。烫面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，这里没有删减镜头，大家可以做一个视频的参考。烫面混合均匀之后，用保鲜膜封上，然后自然放凉。自然放凉以后，再放入冰箱里冷藏1小时之后取出来。这一步要注意，不要热着放入到冰箱。取出来之后放在一旁，接着来准备第2份材料。取来和面桶，和面桶里已经加入了550克的面包粉，接着加入5克的高活性酵母粉，如果是冬天就多增加2克。用小刮刀把酵母粉和面粉搅拌均匀。接下来依次加入60克的白砂糖、60克的淡奶油、30克的奶粉、30克的炼乳、20克的蜂蜜、6克的食用盐。把刚才准备的烫面全部加进去，最后加入180克左右的水。现在天气比较热，要用冰水。和面之前先用刮刀把材料简单的搅拌一下。搅拌好之后就进行第1次打面，接下来的步骤就相对比较关键了。首先用中高速把面团打成这样的状态，看上去特别的黏。紧接着材料里面加入50克的黄油，然后进行第2次打面。现在是夏天，一般在15到18分钟之间就能把面和好，如果是冬天大概是20分钟左右，当然也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节。取来一个碗，在里面刷上油，把打好的面放在碗中。面团水量比较大，案板上、手上也刷上少许的油。和好的这个面团拉伸开会出现很薄的一层手膜，把和好的这个面团盖上笼布，放在一旁松弛20分钟。做这种面包，面团的含水量非常的大，一般是70%以上，而且能拉出较薄的手膜，这样烤出来的面包既松软又拉丝儿，所以和面这一步是重点。面团松弛了20分钟以后，把面团取出来，分成6个等分的剂子。为了面包做出来更好看，这里选择了用电子秤把面团都过秤，分的都一样大。分好之后，把剂子再揉成一个面团，方便一会儿操作。在操作的时候，如果感觉面团粘手，在手上抹上少许的油。全部处理好之后，取来擀面杖，把面团在案板上擀成长长的牛舌状，给面团进行第1次排气，让面团更均匀。擀好之后，把生胚反过来，尾部用手指规整一下，用手指轻轻地按压着卷起来，然后放在一旁。全部处理好之后，取来模具，模具是450克的，这个大小的模具感觉比较适合家庭来用。在模具的四周，包括盖子上都刷上一层油。准备好之后进行第2次揉面排气，操作步骤和第1次是一模一样的。
后面的步骤就简单了，把面团放在吐司盒子里，每个盒子放3个面团，然后盖上盖子。把吐司盒放在烤盘里，放入烤箱醒发。烤箱有醒发功能的，很快就会醒发好；烤箱没有醒发功能的，就放在烤箱里自然醒发。醒发好之后，悄悄地看一眼醒发好的面包，面包有盒子的8分满，然后盖上盖子，这个时候就可以预热烤箱了。把烤箱预热到上火140度，下火140度，烤盘放在偏下层或者是下层烤40分钟左右。烤制吐司面包的温度根据不同烤箱的大小，温差可能会比较大一些。有的烤箱比较大，180度30分钟左右就能烤好；有的烤箱比较小，放进去之后模具基本上就挨着加热管，像这种情况就要降低温度，110度烤50分钟左右。我们也要根据自己烤箱的情况进行调节。还有一点就是用到的吐司模具可能会有偏差，这一点就不好去统一一个标准了。制作美食1回生2回熟，分享的配料和制作方法都是真实的，多做几次面包肯定就会越做越好。烤好的面包在桌子上轻震几下脱模，一款超柔软的吐司面包就做好了。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留言区或备注栏有文字版的配料。有问题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今天这款非常柔软的吐司面包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